误入恐怖世界后，我发现恐怖 BOSS 是个疯批恋爱脑。为了保住小命，我大胆色诱了他。短短7夜，我成功哄骗了他的身心，利用他完成副本任务。吃干抹净之后，我正要狠心偷偷跑路，结果无数黑色触手绑住了我。温柔深情的恐怖 BOSS 第一次流露出了病态的占有欲。宝宝，你不乖，罚你永远不准下床，好不好？茫茫白色大雾笼罩了整个世界，大雾的尽头隐隐传出一道男声，神秘而又熟悉。宝宝，回到我身边吧，我等你很久很久了。我一听就认出了，这声音是沈凤舞，我网恋的男朋友。呜，我来了。我低低回应着，缓缓睁开了眼睛，发现刚刚是在梦中。此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位于深山的村庄，发展明显十分落后，不仅路面是土路，就连房屋也是土木构成。正值深夜，村头亮起的却是油灯，随着夜风忽明忽灭，几乎起不到什么照明作用。夏姐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快点进副本吧。我还没回过神，就被人拉住了手腕。偏头一看，是个年轻女孩，旁边还站着4个男人，穿着统一的黑色制服，明显是一个团队。你们是谁？我想要甩开年轻女孩，却被她抓得更紧了。夏姐姐，你记忆又混乱了。我是乐乐呀，他们是实验室的师兄，你上次副本伤到了头，落下了记忆混乱的后遗症。随着徐乐乐一说，我脑海突然多出了一段记忆，像是被强行塞进去一般，陌生而又突兀。记忆告诉我，我10岁时父母双亡，被一个天才博士收养。王博士心地善良，如兄如父养大了我。他一直在苦心研究神药，想要帮助人类延长寿命，摆脱生老病死的折磨。刚好恐怖世界降临，他发现恐怖 BOSS 能够使人长生，于是起了研究的心思。而我为了报答王博士，不惜以身犯险，和恐怖 BOSS 沈凤舞进行了网恋。我的目的是获取沈凤舞的触手，送给王博士研究。结果奔现了3次，3次获取触手失败，最后一次还伤到了头，导致记忆出现了混乱。这一次，王博士派了实验室的师兄妹一起进入副本保护我。喂，你们进不进副本？自己送死，不要连累我们。蓦地响起了其他玩家的声音。我循声一望，吃惊地发现这一次副本不同往常，玩家竟然高达40-50人。高高的夜空悬着一轮圆月，惨白的月光洒落村庄，愈发衬得死气沉沉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0-50个玩家乌泱泱闯入，带来了鲜活的气息。不知怎么，我打了个寒战，只觉村庄宛如一张血盆大口，享受着送上门的饕餮盛宴。我低头点开手腕上的白色手环，查看通关任务。当前所在副本回魂夜 5S 级困难模式，通关条件活过回魂夜。靠，怎么回事？道具取不出来了。我刚要疑惑，通关条件有些简单，周围就响起了一道道惊恐的声音。我连忙点击道具，发现没有一点反应，心脏一下跌入谷底。难怪通关条件简单，没有了道具加持，玩家不过是普通人，轻易会被副本中的怪物宰杀。看着这一幕，弹幕开始热闹起来。哇哦，回魂夜副本，我最爱的团灭副本，没意思，看着一群罪人勾心斗角，最后一个也逃不了。天啊，是西武小姐姐，她来了，大 boss 还会远吗？夏姐姐，现在没有了道具，我们就只能靠你了。徐乐乐几人也检查了道具，确定无法使用后，他再次抓住了我，语气充满了恳求。恐怖 boss 那么多次放过你，这次肯定也会。听他提起沈凤舞，我脑海浮现出了对方的模样，以及和对方相关的回忆啊！我的头刚一想起关于沈凤舞的回忆，我整个脑袋就泛起了钻心的疼，疼得我脸色发白，冷汗也流了下来。见我这样，徐乐乐拿出了一个针管，就要注入我的体内。夏姐姐，你是不是又头疼了？来，博士交代过，在你疼得厉害时，给你注入止疼药。不知怎么，我看着徐乐乐手上的针管，心生浓浓的排斥，正要避开，却在下一刻发现徐乐乐不会动了。不只是徐乐乐，是所有玩家全都僵硬地停在了原地。操，怎么回事？我一点也动不了了。就在所有玩家人心惶惶的时候，周围亮起了一个个火把，出现了一群穿着寡白丧服的村民。他们神色阴沉，直勾勾盯着我们，悠悠开口讲述：我们村子受了诅咒，时间加速流逝，没有白天，只有黑夜，每天都会有人死。死去的人会在头七这天回魂，寻找下一个替身，如此循环下去，我们村子所有人迟早都会死光。你们这些外来的罪人，罪孽深重，只有献祭了你们，求得神明慈悲的宽恕，才能平息死去之人的怨气。他们说完，数好了玩家的人数，齐齐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：49人，一夜献祭7人，刚好就是7轮，相信下一次回魂夜，我们村子就不会死人了。此后，玩家们面露惊恐，发现身体完全不受控制，一个个跟在村民后面，走向村子的尽头。没有人不怕死，很快玩家们开始破口大骂，只可惜村民们充耳不闻。我发现自己没有被控制，能够行动自如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也装成一副被控制了的模样。我不受控制，是因为恐怖 BOSS 的庇佑，这是沈凤舞送给我的道具。他身为恐怖 BOSS， 所有怪物以他为尊，也就不敢伤害我。一想起沈凤舞，我就又开始头疼，只好先停下。还未抵达村头，我就发现洒满月光的地面
突然被什么阴影笼罩。随着一抬头，所有人纷纷倒吸一口冷气。最前方屹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神像，圆月雪白皎洁，堪堪悬在他的头顶，为之增添了一抹清冷感。偏偏神像不是佛祖菩萨一类，上半身是模糊的人面，下半身是无数的触手。沈凤舞，几乎一瞬间，我脱口而出这个名字。同一时间，我只觉耳畔处再次响起熟悉的男声：“宝宝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”夏姐姐，神像是恐怖大 boss， 他肯定就在这个副本。接下来就全靠你了，你一定要拖住他，不要让他杀了我和师兄们，然后你再想办法取到他的触手，能取多少就取多少。徐乐乐压低声音，一字一字提醒我。我听着一言不发，还能取多少取多少。那可是恐怖世界 boss， 我带着目的和他网恋，本来就玩弄了他的感情，被他发现，只怕会九死无生。他和师兄们怕死，我难道就不怕？他们这几人说是进副本保护我，结果现在反而要我保护，真是大号拖油瓶。我在心烦意乱下，终于抵达村子的尽头，竟然是一片深海。沈凤舞的神像就是从海中形成的。第一页献祭7个人，一个不能多，一个不能少，你们自己选，谁先下海。村民们举着火把站在岸边，一张张面孔在火光的映衬下出现扭曲，狰狞而又可恐。他们一说完，玩家们发现恢复了人身自由。选你大爷，老子才不献祭！有脾气火爆的玩家咒骂一声，转身就要走。结果刚走2步，他整个人突然腾空而起，直直朝着深海摔下。啊！放开我！操！放开我！他惨叫了几声，很快掉入了深海，再也没了声响。第一个祭品选出，还有6个祭品，你们是自己选，还是我们帮忙选？村民们开始逼近，虎视眈眈困住了我们。所有玩家冷汗涔涔，但是面临生死，谁也不想成为祭品。弹幕热闹了起来，不屑地评头论足。啧，下面就请这些罪人上演最丑陋的人性嘴脸。我就喜欢这个副本，罪人最好的赎罪方式就是去死，这是他们早该付出的代价。西雾小姐姐应该不是罪人，她进来是为了大 boss 吧？西雾小姐姐小心，有人要害你！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徐乐乐联合师兄们直接将我推下了海。夏姐姐，无论恐怖 boss 想要什么，你都要好好满足他。博士还在等我们回去呢。身子不断下坠时，我看着上方的徐乐乐，只觉他像极了一个癫婆，推我下海，还想利用我保命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扑通，我掉落在了海中，漆黑而又冰冷的海水瞬间就席卷了我。因为不会游泳，我很快感到了窒息，整个人不断朝着海底坠落，死亡的气息袭来。濒死的置身海中，我睁开了眼睛。透过浮动的海面，我窥见了惨白的月亮，也窥见了神像垂下眼帘，高高在上俯瞰渺小的我，温柔而又慈悲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发现神像身下的那些触手突然被赋予了生命般，穿过了海水靠近我。下一刻，我感觉到腰肢被那些触手紧紧缠绕住，以为就要获得救赎，却被拉进更深的海底。然后眼前骤然一黑，有道身影出现在我上方，把我搂进了怀抱。再然后，他含住了我的唇瓣。窒息感褪去，我恢复了自由呼吸，可是深吻在继续。他撬开了我的牙关，肆意品尝着我，不给我半点后退的余地。缠绕住我的那些触手，同样也从各个位置入侵，在我身上肆意游走亵玩。困于深海，又遭到了这般大刺激，我一时承受不住，昏昏沉沉失去意识。意识重新清醒时，我怔大眼睛，望着头顶上空模糊高大的神像。根据位置判断，我躺在了神像身上一处，明明是在海中，却又感觉不到海水的存在。周围一片昏暗，我视线一时不太适应，无法看得清什么。然而我刚刚一动，身心一下子僵住。什么情况？我的衣服呢？我一动不敢动，如果没有感觉错，此刻的我根本没穿衣服。这就算了，我应该似乎好像还在一个湿凉的怀抱之中，而且我不仅被人抱着，身上的各个位置也不断有什么蹭来蹭去，像是宠物对着主人撒娇一般。宝宝，你醒了。在我愣怔时，耳畔响起了男声，是那么熟悉，我一下就听出他是沈凤舞。呜，我尝试着唤了他一声，换来他热情的低头，又含住了我的唇瓣。我又一次感到了窒息，只是这一次不同，是被他吻得喘不过气。宝宝，我是舞，你的舞。随着我抬手抵住他的胸膛，他这才停下了深吻，温声回应我：宝宝，我好想你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闻言，我心生触动，莫名的想要哭泣。我清楚记得和沈凤舞先是网恋，然后在副本奔现。第一个洋娃娃副本，他以为我害怕他，亲手送我通关，和我断开了联系。第二个红嫁衣副本，他删除了我的记忆，想要让我忘了他，开始新生活。第三个孤儿院副本，时间线发生错乱，我回到了他年少时，重新认识他。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和他谈恋爱，我应该是喜欢他的。可是脑海的记忆告诉我，我是故意和沈凤舞网恋，然后故意进入恐怖世界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是怪物，是这恐怖世界的大 boss。自始至终，我就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报恩王博士，帮助他研究长生的神药。我的记忆开始拉扯，再度出现了混乱，头好疼好疼。宝宝，你不舒服吗？
沈凤梧察觉到了我的异常，把手指放在了我的唇边。身为恐怖 boss， 他的血有奇效，能够治愈一切伤痛。我之前就喝过，这次我没有喝，偏头拒绝了他的血，低声问他可能掉进海中，受了一点凉，我的衣服呢？尽管在上个副本我被他按在床上剥光，反复欺负了好多次，可是依然害羞。尤其是一想到他和普通男人不一样，身下有无数黑色触手，就更加羞怯了。一直以来，我和他没有做到过最后，就是害怕会受伤。宝宝，你衣裙湿了，我就帮你脱了。他这么解释着，听起来是为我好。然而他接着又道，宝宝，我调好了温度，你可以试试抱住我，就算不穿衣服，也不会感觉冷的。话顿，他还控制黑色触手，完全覆盖了我的身子，还有它们也可以当被子盖在你身上。见他这般，我又好气又好笑。他一个怪物，跟我玩这一套，太幼稚了吧？这么贴心啊，我是不是该奖励你一下？我抬手捏捏男人的耳垂，却被他反手握住手腕，按在了我的耳畔。我挣扎不开，感受到了他身上危险的气息，伴随着他低哑的嗓音：宝宝，你要怎么奖励我？纵然是怪物，他同样存在欲望，甚至比起人类，欲望还会强盛很多倍。一时间，我有点胆怯，在他吻下来的时候，慌乱偏头避开。好啊，你沈凤梧，你学坏了。没有学坏，是宝宝教得好。他轻笑一声，有种清冷的缱绻之感，像是感受到我的情绪不稳，他的手滑入我的指缝，和我紧密十指相扣。宝宝，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，我就是太想你了。还有他们也很想你。黑色触手在我不着寸缕的身上热情游走，带起一阵阵湿凉的微痒感，让我忍不住弓起身子。我很清楚，我情动了，被一个怪物撩拨的情动。宝宝，放轻松，我会让你舒服的。沈凤梧如此说着，温柔地拉开了我的双腿。下面会发生什么，不言而喻。我身心紧绷，说不出的惶恐。真的要现身一个怪物吗？宝宝，你能在失忆后再次记起我，我真的好高兴好高兴。很难想象，他阴哑的嗓音流露出了雀跃、欢喜、讨好。这代表你愿意留在我的世界，永远永远陪着我，是不是？聆听着他的一字一句，我视线慢慢适应了昏暗，窥见了周边玫瑰遍地盛开，无刺不会伤人。往上抬头，我也窥见了男人姿容绝色，如墨长发散落，和我的长发缠绕在一起。他脸上呈现薄红，眸心闪过淡淡的紫，里面倒映着一个我，就好像我是他的全世界。我又垂下眼帘，看向那些正在取悦我的黑色触手，记忆不会出错，可是身体也不会骗我。我的身体不排斥沈凤梧，一点也不。我和沈凤梧网恋，进入恐怖世界奔现，真的只是为了获取他的触手，帮助王博士研究长生的神药吗？想象着伤害沈凤梧的场景，我只觉心口一痛，眼泪一下涌出。宝宝，你怎么哭了？瞬间，沈凤梧停下了缱绻，小心无措问我，是不是我弄痛你了？对不起宝宝，我没有经验，这就停下。见他这么顾及我的感受，我也不知怎么萌生了一股冲动，起身就稳住了他。没有，不用停下，继续。见我这般，沈凤梧耳朵红了红，他亲了亲我流泪的眼睛，语气郑重的仿佛宣誓：宝宝，谢谢你愿意选择我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下一刻，疼痛传来，重重席卷了我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沈凤梧就咬破了薄唇，低头深深含住了我的唇瓣，把血都给了我。恐怖 boss 的血具备一定奇效，能够治愈一切伤痛。疼痛1秒散去，只剩下了欢愉。当然，我和沈凤梧的交欢没有出现什么恐怖场景，他变出了双腿，就和人类男性一样，只是多出了黑色触手，一起在我身上作乱。起初我是松了口气的，结果过了很久，在他终于厌足时，那些黑色触手兴奋地代替了他，我累得不行，推了推他，呜，你让我休息一下，我累。宝宝喝血，我的血可以补充精力，我们继续。事实证明，不管是男人还是男怪物，一旦开了荤就是混蛋。不得已，我开始凶他，语气冷冰冰的，我要休息，你给我下去。他这才不情不愿地起身，徒留下一根根黑色触手恋恋不舍，在我身上蹭来蹭去，撒娇打滚不肯走。我差点心软，却也实在吃不消，抓住一根根黑色触手，塞回了沈凤梧的身上。玩家夏希雾，当前关注暴增，催开直播过多，请问是否开启直播？刚要休息，我发现白色手环一闪一闪的，点开后弹出了这一消息提醒。一想到被无数未知生物关注，我只觉头皮发麻，想也不想点了拒绝。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弹幕一直有人刷屏，希雾小姐姐在线状态，求求开直播吧。是不是大 boss 出现了？孩子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啊！我们可以一直打赏，给希雾小姐姐兑换道具，只求她高抬贵手开直播，一次就好。窝在沈凤梧怀里，我睡了过去。这一睡就做起了噩梦。梦里，我砍下了沈凤梧的触手，她流了一地的鲜血，刺痛了我的眼睛。一息间，我感受到什么在我身上拍打，一下接着一下，像是哄在孩子一般。呆着睁开眼睛，我发现是沈凤梧，她一眨不眨看着我，拍打着我哄我入睡的，则是那些黑色触手。宝宝，是不是做噩梦了？不怕不怕，噩梦是相反的。见我醒来，沈凤梧温声安抚我，
弟弟告诉我，宝宝，这是我的世界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只知道此时他在我身边，什么都很好。宝宝，按照你们世界的流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举办一场婚礼？不成想，沈凤梧话题一转，跳到了婚礼。我一愣，想起接近他的目的是为了研究长生，而且夫妻才会举办婚礼，我和他一个怪物能做夫妻吗？不必了，没必要举办婚礼。我试图敷衍他，可是沈凤梧无比认真，我碰了宝宝就要对宝宝负责，不然就是渣男了。他还懂得挺多。这时候那些黑色触手凑过来，有的想要往我身下钻之前，因为我太累，有一些黑色触手没有碰过我，现在他们又要继续。我一见他们就想起王博士，也想起噩梦当中砍下他们的场景。呜，你能不能先把他们收起来？我现在不舒服，不想被他们碰到。听我这么一说，所有黑色触手齐齐一僵，然后他们软趴趴耷拉了下去，像是受到了重大打击。他们听得懂，宝宝不舒服，他们不会乱碰的。沈凤梧瞥了黑色触手一眼，细心和我解释。他说的我知道，只是他不知道，我每每看着黑色触手就想动手取下。我想回去一趟，我队友还在上面。为了避免伤害沈凤梧，我打算先分开。那是宝宝的队友，我送他们通关，宝宝别走了。沈凤梧痴缠着我，不愿意分开一分一秒。我推了推他，撒了一个谎，正因为我不会再走，会永远留在你的世界，才要和他们道别呀。宝宝，你……沈凤梧盯着我开口，在我的紧张之下，他热情地推倒了我。你怎么这么好？我真的好喜欢你。对此，我不能理解，他一个恐怖 boss 怎么痴迷男女情爱？虽然这种滋味确实诱人沉沦。再次醒来时，仍然是漆黑的夜，只是这一次，我出现在了岸边。玩家们正要再次献祭，对于我突然出现，一个个面露诧异。那些麻木、阴沉、恶毒的村民见到我，则是欢呼雀跃起来。神明送回了祭品，代表宽恕了罪恶，诅咒不会再继续了。弹幕上一片哗然，怎么回事？不需要再献祭了？可是这些玩家罪大恶极的呀！就是说，西雾小姐姐可以活着，其他玩家罪孽深重，怎么可以轻飘飘放过了？第一次看见回魂夜副本被献祭过的玩家活下来，难不成这个夏西雾真和大 boss 存在什么特殊关系？我刚一起身，就有人冲了过来，夏姐姐，你果然活下来了。是徐乐乐，和他也就分开不久，不想徐乐乐现在的模样，很是狼狈不堪。就连他的身后原本4个实验室师兄，现在就只剩下了2个。这是第几页？想起是他和师兄们推我入海，我甩开了他的手。第5页，死了好多玩家，就连2个师兄也被强行献祭了。徐乐乐又贴近了我，眼底有一闪而过的怨恨。夏姐姐，你既然没事，怎么拖了这么久？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？这样就不会牺牲2个师兄了。我有点意外，时间流逝这么快，已经第5页了。此外，他说话的声音没有控制住，落在其他玩家的耳畔，全部悠悠盯住了我。我突然意识到，离开沈凤梧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不然呢？我也是9死1生回来的。你和师兄们推我下海的时候，考虑过我的生死吗？我冷冷地说，率先离开了岸边。徐乐乐和剩下2个师兄很快就跟上了我。夏小姐，神明选择了你，我代表整个村子衷心的感谢你。村民们走出了一个代表，冲着我讨好地说。距离回魂夜还有2页，副本现在没有结束。在村民们的邀请下，无处可去的玩家们重新进了村子。死寂的村子，在这漆黑的深夜，给人一种诡异感。更不提家家户户门口布置了白布灵堂，撒满了白色纸钱，停靠着黑色棺材。分配住处的时候，除了徐乐乐和2个师兄，剩下18个玩家也要和我挤在一起。夏西雾，你怎么活下来的？你在海下看见了什么？只有我活着归来，他们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。我神色平静，淡淡的回道，我不知道。我一摔进海里就昏迷了过去，再醒来就出现在了岸边。恐怖世界的规则本来就无迹可寻，何况这是5S 困难级副本，道具都不能够使用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对于我的说法，他们半信半疑。因为死了大半玩家，他们被死亡气息笼罩，每个人身上饱含戾气，没再追问什么。夏姐姐，你和恐怖 BOSS 见面了是不是？后半夜，在其他玩家休息时，徐乐乐靠近了我。我还没回答，他像是发现了什么，拽开了我的领口，吻痕映入他的眼帘。夏西雾，你这是和恐怖 BOSS 上床了？他能碰你，岂不是任你摆布？难怪那些村民停止杀人，肯定是他的授意。徐乐乐双眼发亮，给我灌输起了一个言论。王博士说过，恐怖世界现在的运转取决于恐怖 BOSS 取下他的触手，既能研究长生，帮助人类延长寿命，也能找到摧毁恐怖世界的办法，拯救无辜的人类。在我的记忆里面，在和王博士的相处当中，他也说过类似的话。只不过我现在怀疑真实性。我闭上眼睛，试图分析这些记忆究竟哪里出了错。这一次就算头疼，我也没有停止，直至徐乐乐趁我不注意，把针管刺进了我的胳膊。随着药物的注入，我缓解了头疼，却又加深了关于王博士的记忆。夏姐姐，你不要被恐怖 BOSS 蛊惑，
博士早就准备了药，等你再见恐怖 boss， 就把药喂给他，他会短暂失去意识，到时候我们取下他的触手，就快速想办法通关离开。我看着针管，再看着徐乐乐，问他，博士想要的只是他的触手吗？那是当然，博士只想研究长生的神药。徐乐乐一脸信誓旦旦，我不自觉就认同了他。好，我会想办法。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夜，还是只有黑夜，白天没有到来。所有人看向海的方向，只见神像高高在上，散发着诡异的慈悲。村民们躁动不安，聚在一起破口大骂，该死！神明都原谅了我们的罪孽，一定是那些贱人死缠不放。放心吧，只要神明不管，就算到了回魂夜，那些贱人也无可奈何，大不了再弄死他们一次不就好了。玩家们也聚在一起，压低了声音聊天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这里是个人贩子窝点，他们拐卖女人卖给深山老光棍，副本就和现实设置的一样，拐进来的那些女人老想逃跑，有的被打死了，有的被虐死了，生下的女婴也都溺死海里，这才形成了回魂夜副本。我听着身心发冷，却发现玩家们一个个津津有味，丝毫不觉得有什么残忍，就好像他们置身怨气萦绕的地方，也被激发出了所有的戾气。而我，或许是因为沈凤舞的缘故，又或许是上个孤儿院副本，我获得的道具就是孤儿的怨气，能够和这里的怨气抵消，因此我不受影响。可是接下来的一些话让我意识到，这些玩家本性就是罪恶的，和周围的村民毫无差别。这有什么？我进副本之前，在网上创建了虚拟投资，骗得好多蠢货倾家荡产。事后他们报警也没用，根本查不到是我。听说有好几个还是高额贷款，现在天天活得生不如死。说这话的，我偏头看去是一个中年男人，满脸充斥着不屑一顾。你够狠的呀！我就不如你，我骂过一个染粉红色头发的女学生，一看就不正经不自爱，后来她果然心虚自杀了。他们洋洋得意地宣泄着罪恶，脸上没有一丝后悔，有的只是炫耀。比起副本当中的怪物，他们不遑多让，不同的是披了一张人皮。不知不觉之间，在场所有人交流了一圈，竟然没有一个无辜的。我感觉自己被罪恶包围，内心也滋生出了杀意。一时间，我好恨自己，就不该回到岸上，就该让他们一个个献祭去死。弹幕也跟着唾弃起了这群人，马德骂他们畜生都是侮辱了畜生，天生坏种，他们不去死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直播又断掉了，是不是大 boss 出现了？不期然，有玩家发现了异常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多了一些白雾？是啊，白雾不该在村子外面吗？被白雾覆盖是会死的呀。而我望着这些白雾，则是缓缓起身。我知道沈凤舞来了，夏姐姐是不是恐怖 boss 出现了？你现在就给他喂药。徐乐乐抓住了我，压低了声音提醒。我不知怎么，脑海一阵混沌，听从了他的话语，拿出了那颗药。浓浓白雾深处出现了沈凤舞的身影，我走过去，停在了他的面前。宝宝，道别过了吗？沈凤舞轻声问我，想要带我走。我脑海一抽一抽的疼，给他递出了那颗药。呜，你尝尝这个。他低头看着药，淡紫色的眸子沉了沉，问道，宝宝，你真的要我吃吗？闻言，我只觉自己的思想分裂成了两种极端，一个告诉我让他吃下去，一个告诉我赶紧扔了药。我的手开始发抖，最终后一种思想占据了上风，正要扔掉那颗药。好，我吃。不成想沈凤舞这个傻子明显看出了问题，还是接过药吃了。我根本阻止不及。沈凤舞，不要吃，赶紧吐，那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忍受着头疼，吐露出了这句话。可是来不及了，沈凤舞缓缓闭上眼睛，倒在了我的身上，就连那些黑色触手也一并垂落下去。我支撑不住他的重量，跌坐在了地上。沈凤舞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哪怕被王博士的记忆影响，我也还是想要选择沈凤舞。这时候，徐乐乐和两个师兄走了过来，笑得一脸自得。夏姐姐，你做得很好。果然啊，恐怖 boss 对你不设防。见他这样，我护住了沈凤舞，试图和他周旋。这是什么药？他可是恐怖 boss， 怎么会对他起效？这可是我爸爸研究了多年的药，专门对付恐怖 boss 的。你不知道，我爸爸为了得到他的触手，等了多少年？你爸爸？你是王博士的女儿？我蹙眉，看着徐乐乐停在我面前。夏姐姐，时间有限，快点让开，不然我一不小心伤到了你，可就不好了。徐乐乐命令两个师兄拉开我，一副要动手的架势。我死死抱着沈凤舞，声音干涩起来。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根触手吧？夏希雾，你瞧你天真的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只取一根触手怎么够？当然是能取多少取多少。很少开口的师兄也流露出了贪婪的一面。王博士说过，这是能够让人长生的恐怖 boss， 他全身上下都是宝，把他全身分割了带出去更好。夏希雾，你和这个怪物谈恋爱，不会真的把他当成男朋友了吧？也是，你都和这个怪物上床了，真够恶心的。徐乐乐讽刺地说着，他们这么大的动静，自然吸引了剩下的玩家。长生？什么长生？有玩家问道，在听清了怎么回事时，纷纷热烈地要求加入。事已至此，我起身挡住了沈凤舞，同时点开了道具。只可惜
道具有限，一个是红嫁衣，解控加成伤；一个是匕首，能够刺伤怪物；一个是孤儿的怨气，消除一切怨气。如果是道具比拼，还能占点优势。如今对上的是21个玩家，我换上了红嫁衣，手握一把匕首，根本抵挡不了。夏希雾，恐怖 BOSS 果然偏爱你，你竟然可以使用道具。只不过你现在是要为了一个怪物背叛我们人类吗？徐乐乐歪了歪头，阴恻恻问着。我忍下了头疼，唾弃了他们，真恶心！你们根本枉为人类，就你们做下的恶事，早该死上千万遍。面对我的唾弃，他们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嘻嘻一笑。夏希雾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连你一起杀了。那些人说完扑过来，打算生吞活剥了我，却在下一刻，他们硬生生停住了，一个个抬头看向我身后，面露浓浓的惊恐。那是什么怪物？做尽了恶事的玩家们脸色发白，声音发颤。他们不再扑上前，而是急忙转身，就要跑出白雾的范围。怎么会？他吃了我爸爸的药，不可能会苏醒的。徐乐乐也瑟瑟发抖，他握紧了刀，朝我看了一眼。猛地，他冲了过来，似乎想要挟持我。一眨眼的功夫，他就被一根黑色触手刺穿了身子。我看着那根黑色触手，粗壮的尺度是从未见过的。下意识，我缓缓回头，映入眼帘的一幕同样吓住了我。甚至距离太近，我受到了冲击之下，脑海出现了短暂的空白。那是沈凤舞，又不是沈凤舞。他身下是放大的黑色触手，上半身人身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巨物。巨物发出了古老而又神秘的声音，仿佛来自地下黑暗的深渊，陌生刺耳，却又极具震慑力。远处海上决堤，铺天盖地的黑色海水涌向了死寂的村子。村中那些村民对着沈凤舞下跪磕头，恳求神明饶恕他们的罪过。只可惜神明置之不理，展开了一场屠杀。无论是村民们还是那些玩家，一个个被黑色触手刺穿，撕碎成了一块块血肉，纷纷扬扬落在我面前，像是下了一场血雨。救命啊！救救我们！求求你，不要让他杀了我们！有人对我求救，痛哭流涕的模样，很是无辜可怜。偏偏我聆听过他们的罪恶，再生不出半点怜悯之心。同时，我也害怕眼前这个陌生的怪物，实在让我心惊胆战。满地血肉，让我失身后退，双腿一阵发软，强撑着转身要跑。迎接我的却是黑色海水。海水经过我时，特意绕开了我，没有弄湿我的衣裙。怪物屠杀了所有生灵，察觉我想要逃跑，回头看向了我。宝宝，你要去哪里？他朝我走近，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怪物，我很难用言语描述他现在恐怖的模样。从他身下涌出的无数黑色触手绑住了我，那双淡紫色的眼睛流露出了病态的占有欲。宝宝，你不乖，罚你永远不准下床，好不好？不要！亲眼所见的一场杀戮让我神经紧绷。我知道那些人该死，也不觉得他们被撕碎了多可怜，这是他们罪有应得。我害怕的完全是沈凤舞的真身。原本他半人半触手，我还能够接受，甚至觉得刺激。可是现在他褪去了人类的模样，完全是个怪物，实打实的超出了我的认知。想来沈凤舞也意识到了这点。只一瞬间，我就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怪物又变成了一个人类。如果这是电视剧，我肯定会觉得带感。可是当你真的目睹了一个庞然大物的怪物变成了一个人类，还是一个姿容绝色的人类，你只会震惊到失声，然后想要逃到一个无人之地，消化掉这个事实。宝宝，我知道那颗药和你没关系。沈凤舞靠近我，温声细语说着。刚刚吓到你了，抱歉，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。他朝我伸出了手，想要抱抱我。我看看他的手，又看看他身后一地的血肉，默默想要后退，却被黑色触手困住，一步也动不了。我想我应该说点什么的，偏偏在这一刻，我脑子里竟然不合时宜地想到了一个例子，那就是许仙和白素贞。我想我能够共情许仙了，难怪他在见到白素贞的本体时被活生生吓死了。白素贞是蛇，人类见过的蛇最多体型大了一些，这种尚且吓死了许仙。与之相比，则是沈凤舞的本体，我没有吓昏过去，已经算是接受良好了。这就算了，我接近沈凤舞的目的本就不纯粹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弄死我？看来宝宝真的吓到了。见我不抱他，沈凤舞控制黑色触手秘密缠绕住了我的腰肢，然后我瞳孔一缩，只觉身下一凉，是他再一次占有。宝宝，那是我的本体，你不喜欢吗？没关系，你喜欢我这个模样，我就永远这个模样。我的这些触手全是宝宝的，宝宝想要哪一根，我送给宝宝。宝宝，我给过你选择的机会，是你自己选择回来，留在我身边。沈凤舞贴近我的耳畔，与我耳鬓厮磨。宝宝，我标记了你，你逃不掉了。我被沈凤舞囚禁了，他日日夜夜与我欢好。我还是害怕他，只是现在的害怕掺杂了另一种，我害怕他在床上的表现。至于脑海深处关于王博士的记忆影响，也在沈凤舞一次次为我喝血下，逐渐一点一点消散。终于，我恢复了正常，明白了关于王博士的记忆全是一场虚构。对方在我脑海种植的记忆，目的就是利用我研究长生神药。躺在深海，仰望着星空，我
我实在有些吃不消，沈凤舞不断的索取，我强行要求休息一天。他委屈巴巴离开了，我想到他本体的可怕模样，一点也心软不起来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沈凤舞一离开，通关通道出现在了我面前。那是一个白色漩涡，踏入就能回到现实世界。我刚一走近，身后就响起了沈凤舞慌乱的一声：“宝宝，不要走！”我回头看着回来的沈凤舞，她紧张地注视着我。呜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接受她的本体。于是我无视了她一脸哀求，狠心踏进了白色漩涡，回到现实世界。离别前，我余光瞥到她一副要哭了的模样，要多可怜有多可怜。她真会装。我已经知道，随着她标记了我和她无法再分开。换言之，我就算现在离开，也只是一时的，后面还要返回恐怖世界。回到现实世界时，是在王博士的实验室。此时，实验室的地上躺了一地的人，有的已经死了，有的苟延残喘。玩家在恐怖世界死亡，肉体会回到现实世界，灵魂则会永远困在恐怖世界。上一次，王博士带走了我，被沈凤舞感知到。王博士自作聪明，以为实验室这边安全，无法再被拉进恐怖世界。事实上，他对沈凤舞的能力一无所知。于是，实验室这些人全部被拉进了恐怖世界，然后应该团灭了。我找到了王博士，他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手上握着一张实验报告。见我出现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嘴里不断流血。夏希雾，我女儿呢？难为你还关心女儿，那你就不该让她冒险进入恐怖世界。她死了。我抽走了他手上的实验报告，居高临下看着他，做尽了罪恶之事，还妄想长生，真是可笑。王博士拼的最后一口气，死死盯着我。凭什么你可以长生？凭什么？早知道直接拿你做实验，就能研究出神药。我不甘心啊，不甘心。说到这里，他睁大了眼睛，就这么咽气了。听着他的遗言，我愣了愣，又看了看实验报告，上面是关于我的数据。我看不懂，但是结合他的遗言，隐约明白了。实验室建在了地下，我乘坐电梯上去。出来以后，我发现这是一处无人之地。我走了好远之后，身后响起了轰隆一声。我回头一看，冲天的火海四起，实验室从此夷为平地，再也不为人知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副本频频开启。玩家夏希雾，邀请您进入新副本噩梦医院，接受传送，抵达恐怖世界，拒绝传送，延迟抵达恐怖世界。没错，几乎每一天就有新副本的邀请。只不过呢，从前给我的选择是，要么接受传送抵达恐怖世界，要么拒绝传送脱离恐怖世界。不像现在，看似两种选择，实则一种选择。一如既往点了拒绝，我趴在大床上，感觉心烦意乱的。回来以后，我一直不断搜索关于克苏鲁的资料。好吧，对比网上的克苏鲁图片，沈凤舞本体是要好看一丢丢，但是再好看，那也是一个大怪物啊。对我温柔、深情、专一，还能变成人的怪物。我不否认，对于沈凤舞是有感情的，只是需要时间接受，这才一再推迟进入副本。细细想来，似乎是有一点矫情。直到我突然犯恶心，开始呕吐起来。在我确定没有吃错东西，又进卫生间呕吐时，我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出门前，我又看了一眼实验报告。根据报告上的资料，我查了又查，拼凑出来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体内的数据异常，脱离了人类范围。因此，我不敢去医院，唯恐检查出了什么不对，被当成研究对象欺骗。可是连续不断呕吐，又让我有一种荒谬的猜想。思来想去，我去了一趟药店，买了一盒验孕纸。然后我进了卫生间，盯着结果发呆。也不知道验孕纸准不准。验过后，上面显示2道杠。我不信邪，连续验了3次，次次2道杠。我怀孕了。我一个人类怀了沈凤舞这个恐怖 BOSS 的孩子，跨物种的怀孕真的合理吗？在我发呆时，保安打来了电话。这是高档别墅，安保措施不错。夏小姐，您睡了吗？有人找，我正疑惑是谁，却听保安继续道，他说他姓沈。瞬间，我呆住，我忘记了那一刻什么感受，只知道回过神时，自己已经下楼出门，快步走向了小区入口。明明沈凤舞说过的，他无法进入我的世界，而且他是恐怖世界 BOSS， 应该待在恐怖世界。来找我的人不应该是他，也不可能是他。可是现实世界，我不认识什么姓沈的人。已经初冬，深夜清冷无比。虽然不是恐怖世界，但是周围泛起了层层白雾，令我一时恍惚。抵达小区入口，我先看了看前方路上，空无一人，失落感油然而生。宝宝，好久不见。却在下一刻，身后响起了淡淡一声。我蓦然回首，只见男人站在路灯前，绝色姿容一如初见。恍然间，漫天白色的飘雪忽而落下。再相见，恍若隔世。好久不见。我鼻尖一酸，突然泪落。初雪已至，故人重逢，没有什么能抵过这一刻。我奔向他，落入他怀中。沈凤舞，欢迎你来到人间。